我让你立刻返回东江港，返回你的抗洪第一线。你是没长耳朵，还是没带脑子啊？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坚守在溪口大堤上，而不是出现在我的面前。防洪堤、漫堤就在眼前，江河呀江河，我是不是错信了你？陈副省长，我用性命做担保，我们的封堵预案是可行的。最新的数据我第一时间就发给您了。按照保守估计，就算现在漫堤，我们至少还有3个小时，可以把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江总，你的方案我也看过了。你们花几天时间加固的子堤，难道比没码头的防洪堤还要管用吗？子堤的加固是经过科学论证的，是有数据做支撑的。况且它跟防洪堤在地理位置上面不可同日而语，能不能顶得住？洪水一来，利剑分晓。国家的利益、人民的生命财产是随便可以用来实验的吗？岂有此理！程副省长，我是可以遵命行事的，对我又毫发无损。我要不是对我们的封堵预案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为什么发烧39度？我开车这么几百公里，冒着被撤职的风险我来见您，我不图别的，我就想让您和省防总负责的同志们看一眼我们的预案。如果还是行不通，那我也算对得起煤码头，对得起到现在还想奋力一搏的上千号的职工们了。李工，把方案拿到指挥部去，让几个负责的同志立刻研究，半小时后给我结论。谢谢程副省长。发烧到这个样子，还到处乱跑，不要命了？张秘书，带江河去医务室。不，我就留在这儿，我想第一时间知道结果。谁敢躲回这里？你们都闪开啊！我要围堵通道了！不到最后一刻，我看你们谁敢封堵！对，看你们谁敢堵！我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现在就是最后一刻了！你要执意拦着，就是公然跟政府叫板。防洪堤已经守不住了，现在就是江河在现场，他也要立即执行封堵。赶紧走开！你要是再不走开的话，我就要采取强制手段了。巡视，江总现在人已经在省政府了，要不要马上封堵？很快就会见分晓，你着什么急？还有，即便是漫堤，我们也至少还有3个小时可守，每多守一刻，都是对我们煤码头的升级，对华东地区电力供应的保障。现在，边疆所有的煤码头全部停产了，只有我们东江港还在正常生产，边疆所有的电厂供煤全靠我们了。这个责任你难道不清楚吗？孰轻孰重，我比你更明白。田总，不好了！水位暴涨，警戒水位了，防洪堤就要保不住了，怎么办？你们都听到了？啊！你们都听到了没有？陈一伟，我在这没有时间跟你说废话。特大洪水马上就要来了，江水漫堤，迫在眉睫。我们要再不实行封堵，你我都要掉脑袋！走开，立即执行封堵！你们都给我闪开！推动机给我长眼睛！洪建荣，你就是我们下属的一个建筑商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封堵？你有手续吗？有上级的指令吗？就算要封堵，也是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封堵队来封堵。我劝你一句，你最好把自己给我摘干净喽！万一出什么事儿，破坏干扰国家防汛工作的罪名就由你来扛。老七，如果你坚持此刻封堵，那就让推土机从我老廖身上过。老廖啊，这时候你就不要跟着捣乱了，现在是考验我们党性的时候。老七，赶紧下命令吧，
时间来不及了。兄弟们，江总走的时候一再交代，如果江水一旦漫堤，大家立刻封堵；如果没有漫堤，给我死守到最后。听明白了吗？不能封堵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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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学们，我看你简直是不无党纪国法。直到现在，我也没有见到江总这封堵权的正式文件。你凭什么站在这拦着我？孟建荣，把他给我支走！啊！不能让这所有人听我命令！上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不是上！谁敢动？住手！别打了！住手！都住手！都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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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住手！给我打！是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住手！还能打！住手！兄弟们，上！都别打了！骑士，给我打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啊！给我上！这就是你想看到的，对吧？给我狠狠的打！给我打！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啊！水位已经提升10公分了，我们快顶不住了！停！都给我住手！别打了！给我停下！住手！住手！都住手！住手！都住手！突击队、地接队、打桩队全部就位，准备封堵。黑的，哎，准备封堵，快点，快！准备封堵！黑子，做好一切准备。到现在，江总都没有传回即刻封堵的命令，咱们千万别慌了阵脚。如果洪水超过警戒线，我们马上封堵，不要犹豫。但是只要没到，我们就要稳住，别慌，听见没有？喂，你们那边怎么样？钱总，水位已经到达警戒线了，马上就要漫堤了。你听见了吗？马上就要漫堤了。刘辉子，我命令你，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任务，给我堵上。坚决完成封堵任务。你们就等着坐牢吧。有种心一转，有种情绪在蔓延，有种天地宽，有种无声誓言。难得殊途，荆棘开路，日夜兼程中的坦途。有种信念，有种结果叫永远，有种责任，有种力量叫承担。汇聚江河，心知水云间，笑看风雨，回望来时路。任时光斗转，转身却美丽了岁月。任物换星移，却移不了我的誓言。披星戴月，峥嵘了岁月。我知道了。好。几度春秋，江河换新颜。专家的结果出来了。是前方巡查小组的电话，说溪口大地段水位不再升高了，最大洪峰过去了。没把到吗？保住了。光阴似雪，日月如歌，众志成城中的说过。
有种心愿，有种结果叫永远。有种责任，有种力量叫承担。莫道前路荆棘密布，笑看风雨春秋几度。任时光斗转，转身却美丽了世界。人无欢心意，却移不了我的信念。傲霜凌雪，峥嵘了岁月。潮落潮起，江河换新颜。让满腔热忱的努力得到珍惜鼓励，让热血沸腾的生命换回一个奇迹。海与天风不改初衷，沧海横流才是英雄。江河同志，身为长江大堤西口段防汛抗洪的第一负责人，在汛期擅离职守，无视防汛责任。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，即日起，江河同志停职检查，东江港口集团日常工作由秦池同志代为主持。好。吃苹果吧。哎，今天市里不是去集团宣读处理意见吗？这公然不去，不合适吧？我就是一小编辑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沈因为啊，要不是因为躲不过去，他也不在那坐着的。哼，你说你们这些人啊，怎么比我火气都大？行了，都这样了，还笑得出来呢？怎样了？这不挺好吗？你以前不一直都说我不好好上医院看病吗？这回好了，我在这住个10天半个月的都不成问题。这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，什么心都不用操。哼，美死你得了，自己拿着吃。倩倩，你说我这要是真失业了，我该干点什么去呢？想干什么干什么呀？不行，咱就回去干片警去，反正不能再回港口集团了，不能再白给他们效力了，知道吗？你说你的心怎么那么大呢？不憋屈啊？赌什么赌啊？那煤码头不是保下来了吗？这当初做决定的时候，就是奔着撤职去的。我这只是临时停职，已经便宜我了。哼，我这都快成停职专业户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想一想啊，都后怕。这要不是老天爷帮忙，我运气好，在关键时候洪水退了，这后果还不一定怎么样了。行了，你也别吃了。这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一路啊都是奔着封堵泉去的。后来几个防统的专家对我们的方案不也认可了吗？你这又不是主观抗命，那高速封路也不是你的错呀。那再说了，那洪峰突然来了，封堵泉没能及时下来，也不是你能左右的事儿啊。充其量啊，你这就是个客观抗命。这么点错误，跟你保住华东地区电煤畅通相比，那算什么呀？
我真的是不明白我爸跟程副省长到底怎么想的，是不是脑子都糊涂了？谢谢鲁大主编，这长篇大论的为我抱不平。这话呀，你别跟你爸说啊，别像上次似的又给他添堵。不行，我回去啊得好好问问清楚，到底怎么想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时间长不动麻了。发点油，快快快，好疼。没事。好点没？啊？默默。爸爸。妈。谢谢阿姨。阿姨。默默，去看看你爸爸。默默，你看你一来，爸爸的病啊都好一半了。哎，阿姨您坐。坐爸旁边，来。今天怎么就跟奶奶一个人来的？妈妈知道倩倩阿姨在这里，所以才没来的。默默，别瞎说。我说的是实话嘛。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，我已经没有在闹情绪了。妈妈把什么都给我讲清楚了。倩倩阿姨，就算我不同意你和我爸爸在一起，也没有用，不是吗？默默，你的意见当然很重要了。你都已经长大了，不过在你给阿姨打分之前，可不可以给阿姨多一点时间跟你相处呢？先做个朋友吧。Sure。我知道你想不通，我也想不通，但这是市里的决定，咱们必须先服从。一切啊，都要等到安全的度过汛期之后，再想办法。江总他是停职，不是撤职，也没有给处分，我想还是有转圜的余地。他们凭什么停江总的职？是他不顾一切保住了煤码头，保住了华东地区电力的通畅。老郭，他为国家挽回了多大的损失，可到头来呢，人连夜高烧不对，躺在医院不说，还落了个停职检查的下场。秦师这个反部小人反倒成了什么代理总经理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你小声点儿。江总所做的一切，咱们都看在眼里，啊，你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更何况，刚才方秘书不是也说了吗？这又不是最后的结果。沈总，怎么了？防洪堤经过雨水冲刷，出现2处坍塌。我们探查了一下，里面的钢筋都属于是劣质钢筋，都已经断了。再赶紧加固啊，不能出事儿！老郭，咱们去看看去。好。秦总啊，这防洪堤上那2处坍塌，我已经找人处理过了。你看你这还是一言不发的，你到底想我怎么着啊？
怎么样，建荣啊？你我都应该为老卢伤了高香啊！为什么呀？要不是老卢舍命去查出几处险情，及时利用钢筋龙补救，现在岂只是2处塌陷的问题啊！哎，老卢走了，我这心里难过呀。是，那什么时候送的，我们去好好祭拜一下就是了。哎，金总啊，你看我前段时间一直走背运，现在东江港又回到您手上了，我琢磨着，我是不是也能翻身了？哼，翻身，你还是想想你那劣质钢筋的事儿吧，怎么折过去？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了，我又不能黑不提白不提。再说，这组织上对江河是怎么个意见，还不清楚。要不是老天帮忙，他已经铸成大错了。这擅离职守也能起死回生，我孟建荣的名字也可以倒过来写了。现在啊，还是汛期，一切工作都要以大堤的安全为重。你还是想想后手吧。你说我这糟心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大哥，你把一辈子都献给了东江港，我们为你的英勇无畏，为你的赤胆忠心感到骄傲。今天，你又回到了江水的怀抱里，我知道，你会一直守护着你这片挚爱的土地，你深爱的东江港。大哥，走好啊！对于江河同志的处理意见，现在省里有2种截然不同的声音，一种是要撤，还有一种是要保。你和江河共事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在这次抗洪的过程中，你又是东江港的常务副总指挥，江河这次赴省里请命的前前后后，你是最有发言权的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卢市长，这话我不好说吧？少跟我来这套，心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卢市长，从私心来说呢，
我当然希望江河的行为能够得到大家的谅解，尽快回到岗位上，主持工作。但是从公心的角度上，我又没法表这个态。这件事情呢，江河的出发点和用心肯定是好的。往小里说，是为了煤码头、东江港；往大了说，关系到江北的广大民众的利益。和华东地区能否保障煤电畅通的问题，从结果来看，的确是让国家和人民避免了极大的损失，这是有功的。说下去，接着说。虽然老天帮忙，结果是好的，但是整个过程的确是惊心动魄呀。说心里话。我觉得江河的行为值得商榷。您想想，之所以这封堵过程被拖到了最后一刻，都是因为沈一威啊、廖汉忠他们这些人听了江河的话。我是没有办法呀，我拿着省防总的红头文件都奈何不了他们。这不是把个人的权威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吗？当然，我这话说的有点重了，但是我真是有点后怕呀。要是老天不帮忙，洪水没有及时退去，或者是因为封堵、因为时间仓促出现了什么情况，这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啊！还有一层，说下去。江河这件事情影响面很大。沿江的电厂、煤矿，没有不知道这个故事的，因此，组织上的处理决议至关重要。如果他擅离职守、一意抗命的这种行为得到默许，甚至是褒奖，那以后真要出现什么汛情，各防汛的重要单位就有效法的依据了。身体先冒了，刚刚这风一吹，没那么娇气。再说了，宋老卢说我能不来吗？煤码头情况怎么样？基本上没遭受什么损失，反而还因祸得福了。洪福来的时候，沿江几个港口都停产了，只有我们一切照常。除了崖山矿以外，其他一些小煤矿也接到从东江港走煤。算下来，今年的任务额真是要超了。你真是一员福将啊！自打你接了煤码头，我下的任务就没掉过链子。江总啊，福不福将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现在所有人都在为你鸣不平。替我谢谢大家。不过这次这事儿啊，和上次崖山完全不一样，我没有什么可不平的。姐，老钱啊，刚才卢市长是不是跟你说江河的事儿有结论了？还差一把火啊！怎么个意思啊？这不是明摆着事儿吗？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？毕竟煤码头和华东地区的煤电供应保住了。要想撤他的职，上级的决心不好下呀。哦，对，那个南江电厂的3号码头的货什么时候给人装货呀？出港时间定了吗？已经定了，沈总，马上发货，马上发货。尽快啊，别拖了。收到。
沈一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好不容易约你看一次电影，你还没兴趣？行，你是当没我这个朋友是吧？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俩漂流瓶联系吧啊！行，你是当没我这个朋友是吧？从今天开始，咱们俩漂流瓶联系吧啊！别啊！我就是开个玩笑。说吧，在哪儿？几点？别啊！我就是开个玩笑。说吧，在哪儿？几点？今天晚上6点半，蓝海影城，不见不散啊！爸，我秦叔今天跟你说什么了？说什么要跟你汇报吗？我怕你受小人蒙蔽，冤死江河。谁是小人？你秦叔吗？你处处站在江河的立场替他说话，就公道了，就没有私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大白刚走，我没心思跟你辩论这些。爸，如果我秦叔从一开始就坚持省房总的命令，坚持封堵，我最多认为他是恪尽职守，怕担这个风险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秦叔就是小人行径。江河在港口的时候，人前人后都跟大家说要坚守子弟，不到最后一刻坚决不放弃美码头。可是我秦叔呢？这江河一走，他嘴脸就变了。这明显就是给江河下套，自己立功，让江河扛雷。殉情瞬息万变，你秦叔执行省房总的指令还错了吗？是啊，他是没有错，他就是算得太明白了，把你和省里领导都给算进去了。倩倩，别没大没小，这事儿不是你能插嘴的。我怕他看不清身边的人。看不清谁呀？我看不清人，还用你教我吗？我看你找不着北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先去休息吧啊。啊！你怎么了？我从小心脏就不好，忘了告诉你。啊！没事吧？你不早说。口袋里有药，口袋里有药。在哪个口袋里啊？就这边。没有啊！我吓死你！讨厌！你怎么能那么吓我呢？真吓着了！来，什么时候就能开玩笑嘛？对不起，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怎么了？干嘛呀？今天穿的挺帅的嘛。是吧？我为了见你，精心打扮了一番，怎么样？帅吧？跟个服务员似的。你这个今天穿的也挺有品味的呀。啊，这个跟个绿植似的。有我这么好看的绿植吗？你千万别转，你转我头晕。我一看绿色的东西都要转，我真头晕。再说，这个不怪我啊，是你手抖。反正我只管请客，吃多吃少都在你。哎，听着怎么这么没诚意呀？不过也是，
咱们沈大经理的满腔热诚全都献给港口了，哪还有心思放在我身上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我听你这话中有话呀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那天你一个人把孟建荣一整个工程队给拦外面了，真厉害。说的跟你亲眼看见了似的，没那么夸张，我就是做了我的本职工作。哎呦呦呦呦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啊！哎呀，这高帽子给我戴的呀！看来这以后光是爆米花、电影、饮料是不够了，我得多做点行动，以表示我的诚意啊！好啊，我来者不拒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进去吧啊！哎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电影票口袋里。啊？我这不好掏。哎，别趁机卡我油啊！自己拿。哎，开个玩笑，至于吗？哎，你说咱们俩这算约会吗？这孤男寡女的上电影院不算约会，算什么呀？新华，常副省长，啊，王总也在。卢市长来了，坐吧。啊，坐。老王正在跟我汇报工作，听听吧。江河同志的封堵预案，确实是在第一时间交到我手里的。当时已经是凌晨的2点，但是总的计算数据啊还没有出来。我的第一反应和领导同志们是一样的，觉得他的行为过于大胆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在短短的几天时间，加注一道符合标准的子弟，还要通过种种程序去争取封堵权，在我看来，和天方夜谭没有两样。沈防总啊，负责对全省防汛工作做出总的指导意见，不会细致到对每一家制定单独的标准。后来我仔细看了江河同志的这个防汛预案，又在一线实地考察了子弟的位置和修筑情况，我的看法改变了。陈副省长、卢市长，我也要反省我自己。在第一时间，我犹豫了，我考虑到太多的后果，生怕出现一丁点问题。如果第一时间我能让江河同志连夜奔赴省城，给您还有防总办的同志，给你们留下足够的讨论时间，我想江河是完全能拿到这个封堵权的。王总，这件事情您不用自责，在这种关键的时刻，换任何人都会前思后想的。江河同志最难能可贵的就在这里，他当时顶着那么大的压力，还毅然决然地迈出了这一步，这种精神难能可贵，令人钦佩呀。陈副省长，您是想让江河复职吗？新华，江河是你的人，你的意见呢？让江河复职，我还是有所顾虑的。顾虑什么？如果我们让江河复职，会不会传递出一种信号，就是让大家认为这种行事风格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，以后分起效仿，这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呀。况且，这次煤码头之所以能保住，还是有很多的运气成分在的。江河虽然用心虽好，但是他的这种行事风格，不易鼓励，